少主公，我们搜遍了铁匠铺子，并未发现与军械有关之物，会不会是那许晋州知晓董仓管被抓，便销毁了一切证物？董仓管被抓不过几日，就算他能毁了所有信行书简，也不可能毁了那批军械。他着急出手，所以一定会主动联系买家。人行有迹，车过有主，只要他做了，我们就一定有招。什么人啊，车啊？车，这马车看着好生眼熟，是程家的马车。少主公，你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出神。天降瑞雪，马上就要正大了，可曾给军中兄弟们备些年货？置办年货，备一些干果点心的。这也是我们回都城的第一个正大。少主公不是从不过这些团圆节日吗？少主公回都城多日，也未曾去拜见城阳侯，朝中已有些闲言碎语。听闻城阳侯奏请圣上多次，想邀请少主公正旦归家团聚。不去。阿母来得正好，吉时已到，就等着您计聊了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可冻坏我大郎了。要我说早些晚些又有何妨呢？何必非苦等什么吉时？哎，程家的一家之长不来，我们哪敢计聊啊？人不敬不孝，天理不容。阿母，来。这么近，不过就是几步路的事，骑这么久，天还那么冷，真是折腾人。乔迁之喜，自然是要隆重些，不可敷衍了事。啊！你又作甚？我冷还不行吗？吉时到。吉时到。
呦，哎呦，真结实！哇，这抓鸡简直是太滑溜了。大郎啊，咱们搬进这么大的宅子，可得多请些宾客啊，热闹热闹。哎呀，咱们城市人丁不够旺，男丁太少，不够热闹。夫人呐，大人只是封了个侯位，还没位尽新职，待到大人任命下来，夫人再大宴宾客，岂不更光彩？此话深得我心。待官职下来，礼金可以多收一些。到时候摆他3天3夜，把我乡下的姐妹们都请来，让他们好好看看我城门也有今日。哇！带我去我的房间看看，我看屋子有多大，我看看能盛多少彩礼。哎，让我走，坐会儿，这个太累了。让我再坐会儿。给我好好坐着。早起一日便喊累，平日里啊就是太过于懈怠。你再看泱泱，每日晨起念书，何曾喊过一句累？堂妹大病初愈，是该多歇歇。袅袅今晨不到3更就被阿母叫了起来，觉得累也很正常啊。别说袅袅了，今日我陪阿母逛到现在，都比操练1天的兵都累，都想回屋歇息去了。阿父，你这几日可得好好歇一歇息，过几日出征又得辛苦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告诉他。洋洋，去你的新屋看看，有何不满意的，随时告诉大伯母。是。朝中军令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问你话呢？我猜的呀。这爵位跟财帛都下来了，偏偏没有官位。再说，我也查看过阿父脸色，并不像在朝中受了排挤的样子。所以我猜啊，定是这个圣上对阿父还另有所用。哎，阿父啊，你看，如今咱家什么都不缺，能退便退了罢了。这种辛苦事儿不去也行。我儿实在是聪慧之极呀。你放心，这次不是征战，征战以后才动身的。不是征战，震旦之后。袅袅，那边就是你的院子，你身上还没好利索呢，早点回去歇息吧，别又冻病了。真聪明啊！随你。你就知道护着他。你公子，我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院子。这院子可真漂亮。边防讲讲，女公子。你公子，你快看！女公子，这么大的院子，真是只给咱们住的？边防，那一堆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衣是老夫人院中收拾出来的一些旧物事，堆在厕所，一会儿便扔了。哎，别扔，留着有用。这都这么旧了，能干什么？一会儿再高兴。夫人总是夸泱泱，凶袅袅，你越是这般，她越是不乐意听你的话。
泱泱不该夸呀，生母是不成器的蠢货，又丢了天大的人。可他每日不怒不怨、不卑不亢的，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。你再看看袅袅，袅袅怎么了？那泱泱自小有舅母教，袅袅有谁教啊？我现不正是在教他吗？袅袅不必夫人费力教，她呀一点就通，待她想通了，学起来定然快。所以说啊，娶心腹就要娶聪明的，袅袅就是随了夫人了。光聪明有何用？品性正直才是首要。不是有我呢吗？我品行正直啊。袅袅聪明像你，品行正直像我，妙极。什么声音？你女儿院子里传出来的，怕是要拆家。拆家就随他拆去，不要骂，别气坏了自己。李公子，这仔细被女君发现，又要说女公子不务正业了。怕什么？天塌下来了还有我呢。再说了，你不想要一个秋千椅啊？你想啊，这是个秋千椅啊！女公子连秋千椅也会做，那是自然。之前大母修缮院子的时候，我从头到尾见木工师傅做过，还偷着帮过几把。你看啊，在那儿开了2个口子，再找一根木头，在那儿楔合固定。等我们的秋千椅做好了，在上面再架个架子，找一些蔓藤种下，下一慢慢坐在秋千凳上赏月，多舒服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女公子在做秋千椅。女君您看，你是个女娘，并非木匠。你若将享乐的心分一半在读书上，阿母也不用替你担心了。你还有时间玩弄这些杂物？想必是这书读得还不够多。我已经吩咐了秦聪，问你的堂子啊借一些典籍书卷。从明日开始，你每日到我的房间里温习读书，就在隔壁。阿母，女儿如今还未曾识得几个字。现在就学典籍，是不是太早了些？不早。你阿父夸你聪明，一点就会，当然要比旁人学得快，学得多一些。你要是不愿意学的话，就休想离开程家大门半步。
阿母方才最后一眼是什么意思啊？佩服你，做得好。夫人当心。阿母，我的儿啊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你个没良心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想死阿母了！知道的是儿子回来，不知道的还当是情郎回来呢。你这脸色转变也太快了，当心点，阿母看着你呢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但我掐指一算，怕是今天你要挨罚呀。我为何要挨罚？少吓唬娘娘。娘娘，我是你阿兄。见过四兄，见过三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你次兄，不是大兄？与三兄一般，算出来的。就像三兄，我并未说话就知道我是谁。这还用算吗？看年岁打扮，不是你便是泱泱，但是泱泱乖巧，不会这般凑热闹。其实我也不是算出来的。我听闻大兄是白鹿山儒雅翩翩的才子，如今在军中谋士，而次兄是威武不凡的武将。这般孱弱之身，必然只能是三兄了。三弟这次可找到对手了，咱们家娘娘嘴皮子可一丁点儿不比你差啊！当心点，阿母看咱们。三兄不必再骗我，阿母这会你们回家还没见过大母，娘娘，你也去见过三叔父和三叔母。是。见过大母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儿哦！哎呀，哎呦，孙儿哦！哎呦，你是孙儿？大母，我是少公。我是宋儿。哎呦，真好啊！哎呀，可是看着咱家的男丁儿还是太单薄了。三郎啊，你还得加把劲儿，一会儿多吃点馕饼，吃饱了有力气，再给程家添乖孙儿。你这当着孩子，这说的什么啊？长这么高，不愧是我程家的好儿郎啊！见过三叔母。见过三叔母，果然如四父信中所说那般机灵。他机灵过了头，泱泱稳稳的在厅中等着长辈，他倒是没规矩，先跑了出来。这女娘还是要活泼些好。旭伯还在院内吧？那咱们赶紧进去，别让他久等了。好，君姑，哎，赶紧进屋吧。哎，对，走，三郎，走，回去吃馕饼，阿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还有烙姜啊，好多好吃的呢，多吃一些啊。好，阿母小心。哎，好。嘘，阿兄们，对付阿母可有什么妙招？不白说，我做了1笔3字的刀笔。当真有这样的妙物？娘娘可不能私藏，快给我们也备一份。快来说说。好说，阿母体罚你的时候，你就装病。好说，阿母骂人的时候就把头低下来，等我什么也听不到，等她骂完了再把头抬起来说一句：“阿母，我错了。”还有什么？多说点。还有，贤弟，
夫人，三郎啊，哎呦儿啊，快想死阿母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想死阿母了！你不就爱喝这辣酱吗？来来来来来，都给你热好了，你快尝尝。好，来，张大嘴。大母也不喜欢三叔母。三叔母是三叔父自己求学来的，乃是白鹿山山主之女。这亲事其实是咱家高攀了，可是大母还是觉得三叔母配不上三叔父，可以自己来。这怕是要寻个仙子美人配的三叔父，大母才会高兴。二叔父埋没自身10余年，全为家里着想，可大母呢，半分怜惜都没有。人人都说世人势利，可谁知做父母的对孩子们也会有势利的时候。若父母对孩子也是以貌取人，以势取人，我做小辈的，我为何要敬重他？你们行进鬼祟，又在非议谁呢？阿母，我刚刚在问阿妹，明明是一胞双生，怎的长得一点都不像呢？是啊，哎，我们俩加起来都不如袅袅好看呢。啊，袅袅，多年未见，兄长给你带了很多吃的和玩的。你们别总只惦着袅袅，泱泱也是你们的妹妹，见面礼万不能少了。我看时辰也不早了，君姑也该早些歇息了吧？我又没喝醉，我为什么要早些歇息？我跟三郎还有好多话要说呢。阿母，儿几日赶路，都未曾合眼呢。哟，那得赶紧歇息。贤弟，阿兄送你回房歇息。不用，我亲自送三郎。儿啊！好了，下来吧。妈娘，那风包虫呢？慢点。哎，行，先往左了点。好嘞。大伯母，三叔母，洋洋，这些杂事交给仆妇去打理便可。你快去歇歇，今日你也劳累了。我不累，大伯母可比泱泱累多了。大伯母信任我，给我机会操持家务，我自然得好好用心，不辜负伯母的信任。你的心意我知道，快去歇着吧。是。袅袅若有泱泱一半懂事，我也就不用这么操心。此次正旦席面，也是泱泱一手操办的。今日祠堂祭祖，我还担心他撑不下来，没想到他半点错都没犯下，这才是未婚女娘的表范。就像阿香刚才说的，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。泱泱乖巧娴静，袅袅活泼机灵，他们各有千秋。似乎不能总夸泱泱，而贬低了袅袅。我素不偏不倚，谁做得好我便夸谁。谁让泱泱懂事，任我将自己所有的本事交给他，我也是乐意的。那袅袅这般聪慧，你为何不教她这些？他得先将葛氏养出的那身毛病给纠正回来，再来谈学术务。连为人处事都没学明白呢，如何能学治家之道？袅袅，咱们去看烧爆竹吧。烧爆竹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先回去了。圣诞团圆日，今日请各位不要拘泥于平日的礼节，
多喝几杯。子胜回京，豫昌郡主待字闺中等他，想必今年侯爷可以双喜临门啦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为子胜的婚事再喝一杯。啊，子胜，刚刚还提及你的婚事，来，坐在阿福身边。我领圣上旨意，前来与城阳侯团聚。诸位皆可放松一些，我站在此处，陪诸位用膳。豫昌郡主到。见过豫昌郡主。林将军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陪各位守岁了。子胜，别那么急，再忙也要吃口东西啊，怎么能饿着肚子办事啊？是啊，子胜，豫昌郡主还想约你一起过上元节呢，你可不要推脱了。子胜，婚姻大事应遵父母之命，我们还能坑害你吗？父母之命，那敢问我阿母现在何处？她算是什么？郡主，当着众人面，臣再与郡主说清楚一些。陈耀群的心腹，是一见便支持他，此生死心都是他。若寻不到这般女子，臣宁愿终生不娶。而郡主并非此人。告辞。少主公，灯笼全都摘下了。新来的仆妇不知规矩，郑丹夜在院中挂上了灯笼。女军被吓得不轻，非说是孤城着火，闹了一夜，连晚膳都未用。少主公也未曾用膳，要不要热些饭菜？不必了，没有胃口。去，将许晋中铺子里的所有灯笼都给我取来。是。这铁匠铺子的灯笼怎么了？我记得其他铺子也挂了灯笼。没错，可其他铺子里的灯笼都是竹编的骨架，而许晋中铺子里的所有灯笼，在底部都有一圈用来固定灯罩的铁皮。寻常的灯笼铺子可没有这般制铁手艺。许晋中的灯笼之所以与众不同，是因为都是他亲手所制。他一打铁的做灯笼干什么？那日我们在他密室里没有寻到任何线索，是因为他已经将线索藏在了我们都会忽略的地方，那便是在夜里用来照明的灯笼。
郡主，天冷，要不您去马车上面等吧。他会躲我，好好热闹地不留，非要来次冷清楚。不如我们进去吧。郡主，我不是每次都这么准的。因玉昌缘故，十一郎未用膳就离开了。我过意不去才来寻你的。对了，上元灯节，林将军可有空闲？这灯笼是我亲手做的。不管将军去与不去，玉昌都会在灯会处静候的。少主公，这是许晋州密室的照明灯笼，没有异样。少主公，这玉昌郡主对你真是痴心一片呀！你看这灯笼上写着“有意美人兮，见之不忘”。我听说上元节灯会的灯笼都是成双成对的。我们也去一趟。这哪里像是女娘家的房间？除了书卷还是书卷，未免也太寒酸了些。这些典籍是阿父好不容易寻全的，千金难买，哪里寒酸了？父母累了一天了，快先去歇息吧。女公子，你就是太懂事了，这样难免会吃亏的。如今女君被萧氏送离程家，可没人护着你了。若不争不抢，那日后更得吃亏。阿母回葛家，是她有错在先。大伯母待我，比待袅袅还要亲近，吃穿用度样样优厚，哪里吃亏了？这便算是后代了吗？伯夫人说过什么吗？伯夫人吩咐过，缺什么只管去库房领便是。她倒是会做人。咱们老夫人本就重男轻女，大房的小郎君们回来了，加上季老爷又是老夫人的心头肉，这府中哪还有咱们女公子的容身之处？这如今二房连做主之人都没了，他日就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处了。凡事该争就得争，起初就把威风给立住了，他们便再不敢欺辱咱们。看看你两位兄长都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。
送礼无非讲究个心意，袅袅将心意送给我，阿兄很是满足。袅袅，你先过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何物？书简。这些书简可比阿母给你的典籍好看吧？照着这上面习字，定要快上许多。四兄，这宝贝是从哪儿寻来的？再好不过了。你四兄呢，当年也不乐意读书，长兄为了教他，特意做了这些书简。这上面的字画全是长兄亲手刻上去的战场上的英雄故事。大兄真好，这书简也好。当初刚启蒙时，二叔母说了，不能铺张浪费，命我将写过的书简洗干净之后，晾干、晒干、烤干，再穿上麻绳继续用。没用几天，全部都裂了。啊，岂有此理！咱们家哪里就差这几个钱了？每年阿父阿母成箱成箱的送银钱回来，家里才几口人，日日大鱼大肉都够，他竟如此刻薄待你。你放心，日后短了什么跟阿兄说便是，便是天上的星星也给你揪几颗下来。袅袅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反复洗净、反复用的书简吗？还有这书案，那是堂子用剩下的。这分明是幼儿时用的书案。如今你都长大了，他也太矮小了。是吗？我倒不觉得。就是你平时用惯了，所以才觉得没什么。先别玩这个了，三兄一会儿再教你怎么玩。当年呢，长兄送了我一张麒麟四手、红木旗纹的书案，如今我也用不上了，袅袅刚好拿去。袅袅谢三兄，不必言谢，我立刻吩咐人给你搬过来。不必了，方三兄。元芳，你去拿。好。来，三兄教教你如何把玩。这，哦。小心点儿。哎。莲芳姐姐。哎，莲芳姐姐，如此大动干戈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是三公子送我们家女公子一张书案吗？说是心疼妹妹温书，想让她做的舒服些。这书案可真好看。莲芳姐姐，我家女公子最近也想打一张新的书案，可是我哪懂这些样式的好坏？不知能不能辛苦姐姐把这书案抬到我们女公子处，让她瞧瞧样式，我们照着打一张便是了。那你可问对人了，这书案是当初大公子盯着人做给三公子的，样式少见，还不快去帮忙抬？是。你这也太不客气了些。洋洋，店铺的掌柜你也见过了，日后有何不明之事，问他们便好。多谢大伯母。父母，莲芳他们那边打起来了。你一定行的。伯夫人，女公子，伯夫人如此辛苦教诲，好歹让去咱们院子喝口茶呀。不麻烦了。哎呀，怎能说是麻烦呢？只有伯夫人来了，我们女公子院中才有人气。自打女君离开，府内捧高踩低的都没人愿意来，女公子一直形单影只，没个人依靠。她又不爱哭诉委屈，想找个说体己话的，都不知道找谁去说。大伯母，别听父母的，您累了一天了，赶紧歇息吧。我今儿啊还真不累，就去你屋里讨杯茶喝。那太好了，走吧，愣着干嘛？你先动手的！这本来就是我们家女公子的，凭啥你家女公子有，我家女公子就没有？快出来，三公子去！这本来就是我们家女公子的，在我家说来就是我家的。哪有你？出来，出来！但是你动手了，你还不说理？怎么回事？还说
普，这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程普，你快醒醒啊！程普，程普，没使那么大的劲儿啊！程普，你快醒醒啊！程普啊，你快醒醒啊！程普，莲芳为何还没回来？这离三兄的屋子也不远啊。许是藏哪躲懒去了？不可能，莲芳可不是这样的人。莲芳素来老实本分。再说了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当年要不是莲芳留下来照顾我，我哪活到今日？青姨，女公子，女君请你去九锥堂问话。